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老范讲故事。首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啊，就是上一次直播，我们遇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的怎么说呢？Chrome 在升级了 macOS 26以后，就接不上 Pocket 3了，然后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解决。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直播呢是 Firefox 浏览器做的直播啊，这个访问的是同样的网站，但是依然是使用的 Pocket 3。我发现大概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原因是好像是这个叫什么东西，macOS 26呢对这个摄像头做了一些接管，比如说呢。它可以自己去设置这种背景虚化，对吧？到底有多虚多实什么，它可以自己设。这个是在这个叫什么？是在 OS 这一端设的，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希望这个灯光怎么调整一下，对吧？它可以自己设。包括这个背景呢，实际上都是由 macOS 自己来设置的，然后还可以玩一些这样的东西。大家都点赞了没？对吧？然后呢，这个是点赞啊，大家都请给点个赞，然后放点气球啊，这个好伤心啊，然后这个撒个花啊，然后这个我好厉害，以及啊这个我更厉害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它等于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以后，如果你的摄像头太高像素的话，确实会有这种问题。但是特别神奇的就是 Action 5可以跑，然后 Pocket 3不行啊，这个在 Chrome 里头，但是在这个什么里头呢？在 Firefox 里就无所谓啊。所以有很多新的东西。我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啊？这个英伟达、英特尔要2英合体了。是不是美国政府背后借英伟达下场国有化？英特尔这个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这个明天看吧，有时间给大家讲一讲。但是明天讲的就只能后天放了啊。然后这个本周的安排呢，就是今天会把 TikTok 交易的过度解读方式给大家解一下。然后呢，明天要去录一些会员节目，因为上个礼拜没录会员节目啊。会员的话，我觉得这个。罗永浩跟这个谁呢？跟贾国龙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些不是那么正能量的东西，可以在会员节目里头讲啊。然后明天录一期这个2英合体吧，2个中国人在那握手，这个还是值得说一下的吧。TikTok 聊完了吗？还没开始聊呢，别着急，这就开始。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讲一讲 TikTok 交易的过度解读方式啊。什么叫过度解读方式呢？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行业经验以及现在泄露出来的这些只鳞片爪吧，跟大家去这个讲一讲后边有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啊。因为现在其实真正泄露出来的消息是很少的，并没有那么多的消息出来，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只能过度解读啊。因为说听床这个事儿呢，有点太抬举自己了啊，所以咱们发明一个新词儿叫过度解读。首先，第一点要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点啊，这个突然就说我们把 TikTok 这个事情搞定了。中美双方呢，在马德里谈判对外公布的消息其实很少的，而且非常不一致啊，这个要注意。马德里会谈呢是9月14号、9月15号谈了2天。第一天呢，咱们还在研究什么？哎呀，这个中国人比美国人晚到场、早离场，哎呀，有面子了啊。然后谈了6个小时呢，啥也没说。逮住贝森特，贝森特也说这个明天再说啊，这不着急。然后到15号出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发联合公告啊。大家注意，谈得好都是联合公告，谈不好呢就是各自公告啊。所以他最后是个各自公告。然后呢，这一次说要去谈 TikTok 这个事儿呢，是什么时候开始说的呢？9月13号才说啊，因为14号开会了。美方在9月13号宣布这次谈 TikTok 资产处置和期限的问题啊，这是第一次明确表示
此次会谈是与 TikTok 相关的啊，前面没有。中方呢一直到9月14号，新华社和中国政府网啊才发布消息，正式对外披露马德里会谈已经开始了。中方是到9月15号晚上才公布说，就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达成了基本框架共识。看最后这6个字啊，基本框架共识，就是已经尽可能的模糊了，就是我实际上啥也没答应啊，就是很基础的。只有个框架，细节都没有啊，而且呢，也不是协议，只是一个共识，连备忘都不是啊，这就是中方给出的回复。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 TikTok 要卖了，然后终于卖了，然后美国人赢了，中国人怂了，没有那个啊，咱们已经把这事儿抹得很平了。然后双方共同的解读是什么？就是有些东西大家讲的是一样的啊。第一，叫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啊，这个很模糊的一个定义啊，这个两边都讲了。第二个，达成了基本框架和框架协议啊，这个我们也承认了，对吧？这个就是框架。第三呢，将继续就成果文件和国内程序进一步落实啊，这个就是说我回去审批去啊，这个还没完啊，咱们只是有一个框架而已。如果回去审批不过，那这事儿你也不能怪我啊，这个是双方共同的解读。然后美方的解读是什么呢？啊，这个是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啊。说 TikTok 将置于美国的控制所有权结构下，啊，这个说 TikTok 将置于美国控制的所有权结构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叫化解国家安全关切啊，这个事儿跟我国家安全有关啊，我已经把这事化解了。第三个，落实过程中美方延后执法期限以配合落地啊，因为9月15号再谈嘛，原来大概是9月16号、17号就又应该封禁 TikTok 了我们又把这事儿往后延了3月啊，就到12月了啊，这个事儿是他干的，跟咱没关系。然后最后啊说 TikTok 处置与对华贸易关税谈判无关啊，这个是单独谈的啊，我们也没做任何让步啊，也跟其他事儿都没关系，我们单独谈这事儿啊，这是美方的表态。那么中方表态是什么呢？第一啊，反对将科技与贸易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这是咱们每次都说的话啊。第二叫依法依规开展技术出口审批啊，这个就是说啊，我要回去依法依规去审批去啊，但是审过审不过我没说，我只是说我审批的过程是依法依规的。第三啊，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叫尊重企业意愿啊，所以呢，谈成谈不成啊，你也别怪中国政府啊，万一人企业不乐意呢，对吧？背锅都给你准备好了啊，这个是企业意愿。再往后啊，说按照市场原则开展平等商业谈判啊，要求必须是平等啊，而且是按市场原则，我没有那么多政府干预在里头。特别是对于这一次啊，美国据说是政府要在里边占黄金股啊，咱们自己占的时候不管，但是美国在里边占黄金股了，那么这说啊，我们按市场原则来谈啊，你不能压住我。再往后呢，我们还说啊，叫措辞偏向于授权而非转让的思路，就是我们在算法这块我们没有说要把推荐算法转让给他，我们说的是授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算法和知识产权啊，都是使用的授权这个措辞。而且呢，是由第三方委托美国数据的与内容的这种安全运营业务啊，它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成立了一个公司就彻底把这事解决掉了。所以呢，这最后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啊，重要在哪儿呢？就是美国到底是成立了一家公司，彻底把美国 TikTok 都接过去了，还是说美国成立了一家公司，只负责美国的数据与内容安全业务，而整个 TikTok 运营还是归字节跳动的呢？在这句话里头呢，就是我们等于又在这瞄了一下边啊，但是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待会儿咱们再慢慢的去过度解读啊，所以这个还要再去看。那么国际媒体呢都进行了解读啊，但是国内在这方面其实解读的非常少，就是国内一般也不怎么说这事儿。字节呢可能也压制了信息，因为字节跳动甭管是头条、抖音啊，它呢对于整个的国内内容传播这块还是非常强势的啊。它如果不希望别人来解读的话，这事儿国内就没有。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到这里结束了啊，在国内，所以国外在疯狂解读。像路透社呀，还有国外很多的大的官媒啊，这不叫官媒，国外很多大的这种媒体吧，就开始去解读去了啊，而且呢也
画了一些实施方案出来，对吧？这个上面都是说官方的啊，就是中美双方官方去讲的东西。这些实施方案呢，有可能是美方透露了一些啊，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去拼凑了一些吧。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可信呢？只能说我们还是相信路透社不会胡说八道吧。那么他们现在透露出来的是什么？第一，美国的部分要剥离啊，要单独出来。原来字节美国的股东呢要进行穿透啊，什么叫穿透呢？就是原来比如说某个美国的基金，比如说 SIG 吧，啊，它是字节跳动的股东啊，那么它在美国 TikTok 这部分的股份呢就要穿透下来啊，你直接在这边持股，而在字节跳动那边持股的就要下降啊，等于你把一部分的股份直接穿透下来了。然后啊，这个出资比例，这个董事席位啊，到底有几个董事，实际上都没说啊，这个估计还要再谈。然后呢，这个除了美国股东穿透之外呢，还会有一些新的参与者，比如像 Oracle 啊、沃尔玛呀，还有几个基金啊，他们要一起来参与。讲的呢是这些人会占股80%啊，这个是现在去说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黄金股就是是由政府出钱的这个股份啊，据说这一次是会有的，但是有呢可能也很少啊，有可能是0.1%啊。为什么这么讲？待会儿咱们再说。这个董事会呢，美国人肯定要占大多数，但是具体是几个啊，没有说。而且呢，是由美国政府指定的董事啊，但是他指定的这个董事未必是这个政府官员啊，有可能是说这个你就代表政府这一票了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成立的新公司里头呢，字节跳动占股是19.9%。对吧？你想前面啊，美国这帮股东进来了以后占80%啊，字节跳动占19.9%，这个剩下0.1%啊，不知道是不是美国政府的黄金股在里头啊？这个是咱们大家去猜测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字节跳动占的这个股份，第一个单一最大股东啊，就剩下所有的人的股份都不会超过19.9%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未来公司的治理里头，字节跳动还是会有极大的决定权的，但是低于20%啊，这20%是一个坎儿。像我们以前做过投资的人都知道，你一旦超过20%，这东西叫什么呢？叫对你公司业绩的重大影响，对吧？你这个如果是超过了20%，有重大影响了，那么你发生风吹草动要进入你的财报的。所以呢，这个19.9的意思就是。美国的 TikTok 是可以独立去上市的，然后中国的字节跳动也可以独立去上市，而且双方的话不会有那么大的纠结和影响，因为是19.9%，而不是20%啊。因为我以前签了大量的投资协议都是19.9%的，因为你一旦超过20%了，比如说这个公司亏损了啊，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我就需要在财报里去披露这东西，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所以大家一看哦，19.9啊，这个里头大概什么意思啊？自己心里去想。现在呢是等待大老板啊，就是据说今天晚上，两位老大要通个电话，但是具体是美国时间周五还是咱们时间周五，谁去赶这个时差呢？现在不知道啊。到目前为止可能还这个没有一个定论吧。但是呢，要注意啊，重要的不是说两个老大之间啊到底谈一下行不行，等到两个老大打电话的时候，这事儿就已经行了，对吧？你承诺老大要打电话，最后确认啊，就说明细节已经基本上确认了啊，脏活累活都已经干完了。老大负责的事儿就是拍照和剪彩，对吧？你不能说最后有一些事儿，老大你们必须要自己来决定啊，还要怎么样一下这个。当然，老大有可能会去说一些别的高屋建瓴的事情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但是就 TikTok 这件事来说，应该没有特别多的悬念了啊，他们是可以有一个框架协议，就直接。照着去办去吧，继续去谈细节吧，啊，这个事儿是可以的啊。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时间点里头来宣布 TikTok 的交易呢？对吧？咱们现在呢是第4轮会谈啊，前面3轮，5月12号日内瓦会谈啊，当时呢是开的联合记者发布会啊，降档啊，第一个是降档，就是原来大家都加了很高的关税，一定要降回去，而且呢。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没谈出个所以然来啊，暂缓90天啊，当时是讲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这是5月12号的，6月9号呢，跑到伦敦去谈啊。伦敦谈完了，其实啥也没有，对吧？就是说我们接着延期，接着谈吧。
然后到7月28号呢，到斯德哥尔摩去谈，斯德哥尔摩谈完了以后呢，其实也没有任何东西啊，接着延期。其实9月初、8月底、9月初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又去美国了，想在美国再接着谈，但是谈了呢，就什么公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东西出来啊，所以呢，就是应该是没有谈出结果来。现在呢，9月14号在马德里，那时候我们就谈 TikTok 吧。所以呢，这个时间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所有跟经贸会谈的啊，这个叫做什么稀土啊、芬太尼呀、什么高端芯片呀、什么关税呀，实际上都没谈明白，啊，谁都不愿意让谁，对吧？那就只能搁那儿搁着，啊，现在芬太尼呢，中国其实是有所动作了，但是美国也没说我就承认你有动作了，对吧？我们应该也是做了一些立法，抓了一些人什么这样的事情，但是美国也没说什么，啊，稀土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说，反正我们审批呗，对吧？我们依法依规审批呗，这个也是这么讲的。对吧？但是美国依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稀土芯片呢，好不容易把那 H20搞过来了，然后咱们还觉得这个啊，这个叫什么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啊，我们觉得你给我这种阉割版的我不要啊，最后搞得也是很不愉快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想要更高端的人家也不给你啊，现在也就这样。关税呢，其实真正征多少税、讲多少税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大家都要这个面子啊，所以这事儿现在整个没法谈，搁这儿了。那么其他关税和双方关心的问题呢，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松动的这个地步啊，就没什么可弄的。中国芯片这方面呢，还在不断的放消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放消息嘛。阿里新一代的算力芯片啊，不用台积电代工了，是阿里股价大涨啊。然后华为这2天宣布了一大堆新的编号啊，这个原来不是910嘛，然后920、930、940、950、960都宣布完了，就是升腾系列芯片全都弄完了。然后呢，这个超级节点啊，我们用可能是这个10几倍的这个规模，然后达到人家3倍的这个效率啊，我们也能达到了，对吧？这个也是专门开了发布会的，而且这些东西可能已经把饼画到2027年了。这个约谈了各大企业啊，不让买英伟达，约谈呢是网信办约谈的啊，针对的型号呢是 RTX Pro 6000D。实际上，这个机器呢，这个卡呢，就应该是英伟达在 H20之后为中国专门定制的 B30的这个芯片 ，Blackwell 30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芯片。被约谈的企业呢，现在主要讲的是字节跳动跟阿里，就是他们原来是惦记买这个芯片，而且呢是拿这个芯片已经开始做测试了。现在要求他们是停止测试、取消订单啊。但是呢，这就是一个约谈啊，没有红头文件下来，所以在外交部发言人去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啊，或者叫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记者就去问他说：“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外交部的回应是不了解，你去问相关部门啊，是这样的。黄仁勋呢表示失望啊，但是呢，同时也表示理解和需要耐心，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他能干什么事了，对吧？现在只能是上面谈，谈完了以后让他赚钱的他得跟人赚啊，不让他赚钱呢，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对吧？黄仁勋也不可能说我在这个时候突然就自己做个决定，把这个最新的芯片卖给你，他也没这个本事啊，所以只能等。而且呢，现在我们对英伟达的反垄断调查又重新开启了，因为前面调查过一次啊，现在说，哎，我们再接着调查。贝森特也出来说，你们在这个时间点开启这个英伟达反垄断调查是一个很不正确的时间点啊，他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闹得更僵嘛。所以呢，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但这么尴尬的时间点，你说什么都没谈明白，但是呢，这个川普真的有可能要来呀，但是你川普来了，你不能白跑一趟，对吧？其实9月3号阅兵的时候啊，这个就传他要来。9月3号之前呢，咱们也确实有代表团跑到美国去了，最后没谈明白嘛，这个事儿他就不了了之了，他也没有跑来，对吧？那么即使川普在9月份不来，10月份不来，10月31号王要见王的呀，对吧？10月31号是 APEC 领导人会议在韩国庆州主办，这个大王要见面了。对吧？双方见面，你总还是要有一些成绩嘛，你不能说这俩人见了面了，这个川普还每次讲说我跟谁谁关系很好，对吧？你不能谈不出东西来，哎，所以啊，咱们就先把 TikTok 的问题往前推一下啊，总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啊。那么第一个啊，就是又延期3个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看是不是
可以在 TikTok 这上头达成一些协议啊，至少口头上往前走一点，所以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在这儿。算法到底是如何迁移和授权的呢？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很多人就觉得买断了啊，把这个算法直接买走了啊。还有些人呢就觉得应该是算法是授权的像我呢一般相信算法是授权的而且还要长时间的由中国团队来去升级和维护这个算法不太可能说直接就让人买走了。大家注意推荐算法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系统，不是交钥匙工程，也不是几张光盘我给你塞得上你就可以用不是这样的绝不是装上就能跑的东西。推荐算法大家比较形象的理解可以分为3个部分它有点像一台老式的蒸汽机第一部分呢就是机器的硬件什么锅炉什么这个管道底下那烧煤的这个舱室这是机器的硬件。第二部分呢是一大堆的这个仪器仪表和这个开关和阀门，对吧？大家想想那个火车那个车头里头，蒸汽火车车头里头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红色的这个阀门，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仪表大概就长这样。然后第3部分呢是里边烧的煤和水大概是这样的3个部分。但是有没有人想过我讲到这儿了，说为什么我会想它是一台老式的蒸汽机，而不是一台现代的电动机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大家想想这2种设备的差别在哪儿电动机呢其实是个黑匣子，通了电就转，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普通人也搞不清楚里头到底长啥样，对吧？普通人呢可以让电动机启动和停止，也不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我知道这儿一开关，啪一拨就转了关掉就停下来了甚至可以还说我增加点电压，它能转快点减少点电压能转慢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备。但是老式蒸汽机是完全2回事了这个东西离开专业团队的维护和运营，根本就跑不起来。普通人面对这种东西就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的一个状态，所以推荐算法更像一台老式的蒸汽机。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推荐算法3部分机器的硬件，一大堆仪器仪表和阀门一大堆的这个煤和水。那么分开了都是什么呢？首先呢是大量的非标准元器件和模块，而且这些非标准的元器件和模块呢还要不断的升级调整，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个跟电动机不一样，电动机是一个基本标准化生产的东西但是蒸汽机里头很多模块都是非标准化的，所以里边的代码和配件的这个标准化程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为什么？因为它更新换代太快你也没有那么大功夫去给它做标准化，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你 TikTok 的推荐算法，你就给 TikTok 用，你也不给 YouTube 使，你也不给其他人使，你也没必要去给它做的那么这个标准化那么这个文档齐全也没必要干这个事儿。而且大家注意全世界的程序员里头，中国程序员是这个写程序，它不叫写程序糙就是我们写的程序也很好，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各种命名各种的结构化各种的这个叫什么文档化什么这块，中国程序员是做的比较差的做的最好的是日本程序员和这个印度程序员但是他们的软件本身很烂就是他们写出这个很好的算法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他们解决不了。中国人就属于是这个就像那个厨师一样这个日本厨师可能是这个干干净净的这个很表演式的给你把东西做完然后这个中国厨师就属于是浑身脏兮兮的，但是呢做出来的东西很好吃大概这样去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形象的。字节跳动呢其实已经用了几年的时间尝试让算法的开发与迭代独立于北京的工程师不是中国的工程师，而是北京的工程师，但是效果非常非常不好他们在新加坡建立研发中心，在新加坡招人，然后把北京的人 transfer 到新加坡去，然后让那边说你就在这儿来写这个算法吧，不行原因很简单，即使是把北京的工程师弄到新加坡去了以后，这帮人就不加班了，对吧？那你这样的这个系统，这么非标准化的系统，这么这个代码质量这样不是特别好而且这个迭代更新这么快的这种系统，如果你不靠大量的人去加班去往里堆的话，它就没法往前更新迭代，对吧？所以就没办法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跟我讲说字节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从北京啊弄工程师到这个新加坡去，然后干3个月，这帮人不想加班了，以后就把他们换回北京去，然后从北京再换一批人再过来，啊，他们是这么来干活的。而且特别是到着急的时候，还是搞不定，还是需要北京的人啊，坐在北京来干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系统啊，用了大概4、5年的时间，最后还是说离不开北京的工程师了。啊，这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硬件啊，它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那么下一个呢，是这个仪器仪表的事了啊，就是仪器仪表和开关阀门的事情，对吧？这个 TikTok 的推荐算法绝对是所有推荐算法里头功能最强大，而且里头的这种细节把控最好的一套推荐算法。啊，这个说老范，你是不是又在这吹牛了啊？啊，咱们这么讲啊，TikTok 也好，抖音也好，它可以在中国配合政府的要求良好的运行。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对吧？大家可以想象的清楚吧？这个事儿一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们这边要求很多啊，而且经常有急活，很多的活还没有红头文件下来，一个眼神你得自己领会啊，就要去把它处理掉，处理不掉了要拔网线的啊，这个不是说赔点钱或者怎么样就完事了，那是要拔网线的。所以啊 ，TikTok 也好，抖音也好，它这套算法可以在中国良好的运行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没有出什么事情，没有出什么大的事情，所以这套系统要绝对超过YouTube、超过 Facebook、超过 Twitter 的他们这些推荐算法的，并不是说我们推荐算法推的有多好啊，这个具体的说我们命中率有多高，什么用户的这个留存有多好，不是这个啊，好在哪儿呢？就是啊这个。我们可以啊非常非常好、非常高效的去满足政府的所有要求，而且政府要求还非常多，对吧？这种东西同类的西方系统是绝对不可能做实现的啊，这个想都不用想啊！而且我们可以进行非常细致的把控和调整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这个呢就是仪器仪表和开关阀门的这个作用，对吧？这个你对于美国的这些推荐算法来说，他可能说，哎，我这就是一个推荐算法。你说改一下，哎呀，改不了啊，这个没法整啊。那个地方弄一下，你给我这个盖了章的文件回来啊，还可能要我们内部要讨论一下，决定是不是服从。咱们这儿没有啊，绝对是这个所有的数据都可以找得到啊，然后所有的开关都可以非常细致的进行调控啊。那么要这个运营这些开关和阀门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你想这么多开关和阀门，对吧？你想去让它正常跑起来。那你不经过专业的培训和训练，或者长期的跟这样的机器待在一起，你是不可能让这样的机器转起来的，对吧？这个一定会出事儿的，啊，没有那么高的自动化啊，但是我们的控制绝对是细微的啊。那么控制开关阀门的人，一方面需要去学习系统怎么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是要背运营指标的啊，要背 KPI 的。啊，当然，字节跳动不是走 KPI，他们走 OKR 啊，差不太多啊。这个他们是要背指标的。如果你不熟悉机器，那你绝对做不好，对吧？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戏的。这一块的美国团队呢，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啊，就是他们每过一段时间说，哎，我们在美国招人了，我们在美国整个招了团队了，然后过去的3年里头，大概有4次到5次，直接把美国团队干掉，然后从新加坡和北京直接派团队过去替换去，干嘛？你搞不定嘛？你 KPI 完成不了啊，你对这个机器不熟悉啊，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个事情啊，所以啊，控制这些机关阀门、仪器仪表的啊，需要继续从新加坡或者北京啊往上派人去干活去。然后，川普团队啊，或者川普政府拿到这个 TikTok 这样的算法以后，也绝对是得到了一个大杀器。如果他能用得好的话，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啊。中国政府能够用得很好啊，看川普怎么弄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川建国同志真的是越来越这个像咱们人了啊。再往后一个东西就是煤和水，煤和水是什么东西？是数据，对吧？真是跑到美国人的数据。还记得年初停机那一回吗？对吧？在美东时间1月18日22点30分至1月19日中午12点，其实是做过一次停机的啊。14小时停摆，就是在拜登在台上的最后一个时间点直接给停机了啊 ！TikTok 美国区停了，然后呢，到19号
川建国同志啊，这个宣誓就职了以后，说，哎，我特赦了啊，这个东西再重新恢复，停摆14小时以后，所有的流量分配、广告投放都极其的不稳定。为什么？大家想吧，这个蒸汽机这种东西啊，一旦你把它停下来了，你要重新生火的话，是不是要冒一段时间黑烟啊？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的输出是非常不正常的。所以啊，这个推荐算法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开始进行冷启动的时候，啊，很多的这种前期的一些准备的数据是没有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个案例吧，美国流量收入电商的这个业绩要达到预期，你一定要定指标嘛，这是肯定的啊，甭管谁管都得有指标，对吧？达不到了怎么办呢？换人呗，换北京的和新加坡的人上去，把这个事情搞定。董事会呢，你说能让他换吗？都是美国人董事会，董事会也惦记挣钱，对吧？董事会不是说我就不挣钱了，这个人家不是说先讲政治的啊，人家先讲商业的，对吧？那换完人了，这个新人进来了以后，肯定是习惯了迭代很多版本的这个推荐算法啊，这个也习惯了操作界面，就是这个一系仪表应该是长成这样的。那么经常的这个出去到美国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哎呀，这个仪表脏了，也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搜集的数据不够准确和清晰和及时，对吧？那咱们修呗，调整一下呗。本地会有工程师啊，本地一定会有工程师啊，就在美国的工程师来给我升级维护，然后调这个仪表的位置，弄到一个我顺手的样子来，效率绝对不行啊！因为这个别说在美国了，在新加坡这效率都不行，那怎么办呢？调北京和新加坡的工程师远程配合，或者就是到现场去做呗。啊，弄完了以后，这个完成运营指标啊，也跟得上总部的节奏。所以呢，大家想象一下，最后算法一定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运转的，所以它不可能离开中国的整体的这个维护啊，因为中国整体的维护，它会让这个算法不断的去更新迭代啊，而且迭代的非常非常快啊，一定是向这个方向走。那么 Oracle 会成为最大的赢家吗？啊，咱们想下一个问题。上周呢 ，Oracle 突然暴涨，应该是有人提前得到消息了啊。这个在 Oracle 暴涨之前，其实这个事情是没有公布的。然后暴涨了以后，大家还在解释，我还专门录了一期节目啊，做了一次直播去解释这事儿，说是不是这个这个因为这个 OpenAI 跟他签的单子呀什么的，对吧？当时我还提了一嘴，我说这个字节这个事儿或者 TikTok 这事儿呢，应该会有关系啊。但是没想到13号美国人就说了，说我们就是去谈 TikTok 处置去了，对吧？那么 Oracle 会不会成为最大赢家？因为大家注意啊，新的机构里边，唯一有能力参与系统运维的这个公司就是 Oracle， 其他都是基金，对吧？甭管是字节的老股东，还是这一次要新参加进来的这些股东，都是基金。就算是沃尔玛想参加进来，他看着这些东西，他也没法整，对吧？所以唯一有可能参与进来的就是 Oracle。字节背后呢，除了 TikTok 之外，还有好多别的业务呢，比如说 AI 的这种应用也有一堆堆，比如说国内用的豆包、极梦、扣子，还有 Tree 这样的这种工具都有啊。大家注意啊，中国的字节跳动已经占到中国 AI 的一半版图了。怎么算的 ？IDC 统计的，字节的火山引擎在2024年全年占到了所有的公有云里的 token 消耗量的大概42%。然后2024年上半年，字节的火山引擎占中国 token 消耗量的49%基本上是一半这个部分如果给了 Oracle 云的话，那么 Oracle 这块绝对还要再爆发一次，对吧？所以呢，在这一块上 Oracle 肯定是能赚的。那么新的机构到底负责哪部分呢？现在还不确定啊。其实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负责完整的美国版 TikTok 运营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是只管安全这个运营依然是字节跳动去管这个现在呢，我个人猜测这个就是第二种可能会大一点，因为从中国政府发的这个公告里头讲的是这个是由美国去负责监管
那么全球运营肯定是可以利益最大化的，就是从商业角度上说，也肯定是这样划算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公告里也讲了，我们要尊重公司的要求啊，要符合商业的利益啊。那么为什么全球化运营最划算呢？肯定啊，你全球可以统一销售啊，对吧？我统一去找这个买家卖家多省事啊。全球去找供应商啊，对吧？而且供应商其实都在中国啊，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对吧？你说啊，美国一定要单独运营，美国不好好跟中国供应商合作，这肯定是不符合公司利益的嘛。中国政府已经说了，我们要考虑公司利益，那全球也得统一找广告主，对吧？啊，你不能说我找了广告主，美国找美国的这个其他地方各自找，这事儿也不行啊，对吧？我们也得问中国广告主，你们愿不愿意上美国投广告去啊？对吧？上美国宣传一下中国的三蹦子。啊，中国广告主说去，我肯定去啊，这没问题，对吧？一定是这样是最划算的。所以呢，全球运营，美国只负责监管啊，这个可能性会有，但是呢，这块现在并没有确定下来。大概率呢，就是刚才我讲的这样，就是美国独立机构对于 TikTok 整体的商业运营是没有完全的管理权限的啊。即使这样 ，Oracle 应该也还是会对 TikTok 有一定影响的。对吧 ？Oracle 拉里·埃里森，咱们上周的这个直播讲了啊，但是今儿呢，咱们讲叫拉里啊，叫埃里森父子啊，爷儿俩。老头呢叫拉里·埃里森啊，是沈阳女婿，他老婆是个沈阳人。然后这个当然这个叫另外一讲了，老头81了啊，他老婆大概是34。拉里·埃里森的儿子叫大卫·埃里森啊，然后呢，大卫·埃里森是干嘛的呢？他是拍电影啊，创建了电影公司叫天空之舞，Skydance 啊，这个很多的电影大家看了，就是一开始就是当当当上来就是一个红色的啊 ，Skydance 啊是他的，然后呢，去年收购了派拉蒙啊，这个现在正在收购华纳啊，而且大概率能够成功，因为他老爹有的是钱，上来是人家真砸钱去收购。而且大概率我觉得是能够收购成功的啊！现在美国也是比较看好这一次收购。如果收购成功了，啊，这个大卫·埃里森手里有什么啊？电影公司有天空舞、派拉蒙，然后电视台啊 CBS、MTV 啊，华纳应该算电影公司 ，New Line 啊就是那个新线电影公司 ，DC 工作室啊，这个都在这个大卫·埃里森手里头。然后头部的 IP 有哪些呢？星际迷航、碟中谍、壮志凌云、变形金刚、海绵宝宝、忍者神龟、DC 宇宙、蝙蝠侠、超人、神奇女侠、哈利波特、权力的游戏啊，这个都在他手里边的这些这个 IP。然后他手里还有一堆流媒体平台，派拉蒙加啊，派拉蒙 Plus、HBO Max 啊，为什么会有权力的游戏在这里头？因为 HBO 是属于这个谁的啊？是属于华纳的。然后还有探索频道啊 ，Discovery 啊，这个也是属于华纳的，它现在叫华纳探索这个公司叫。然后手里还会有新闻和体育平台 CNN 在里头的啊，然后呢有一个叫 TNT Sport， 一大堆的体育转播权啊，都是属于这个集团的。当一大堆的 IP 流媒体平台、新闻体育平台在能够调控 TikTok 算法的时候，那个画面实在太美，不敢想象啊。所以呢 ，Oracle 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赢家，但是后边要泼一盆冷水啊！美国版的 TikTok 会对美国带来巨大的伤害啊！为什么会讲这个啊？这个因为呢，他们要准备上一个独立版的 TikTok 啊，就是叫 M2 版本啊。这个很多人也去解读了，其实这个版本7月份就上线了啊，已经在进行测试和试运营。这个版本呢，要求美国的数据独立运行，啊，美国人觉得很开心啊！你看我的数据独立运行，我的数据不到中国去，也不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对吧？只有美国人能够下载这个版本啊，其他人用不了。全球的数据，包括中国的数据和趋势信息，不会影响美国 M2 版本的推荐策略和趋势啊。比如说中国突然某一东西火了啊，美国这边不会有任何变化的。美国 M2 版本的数据呢，也不会影响中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推荐策略和趋势，啊，你看我们的隐私被保护了啊，美国人最近突然流行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别人也没什么影响，我们自己玩自己的，啊，这个外国人呢可以关注美国的网红并且互动，但是呢，推荐强度会明显的削弱，反之亦然啊，美国人也可以关注欧洲啊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些网红，但是呢。会受到限制
内容共享会被极大的限制啊，就是大家的内容就不要共享啊。这个就像现在我们比如小红书啊，全世界是同一个平台，曾经弄错过啊，就是国内看了大量的美国内容，美国也看了大量的中国内容，但是后来还是建起了墙啊，就是大家各自看各自的，对吧？自己岁月静好啊，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去。而且互动呢会保留下来，比如说啊，美国人可以给欧洲人去点赞、关注啊、评论、私信，没问题。欧洲人也可以给美国人去关注、点赞、评论、私信。但是所有的跨境互动会面临更多的门槛，比如说内容可见性啊，可能很多美国的内容在欧洲就不可见了。搜索发现性啊，就是很多你搜索的时候，美国的内容就搜不出来了啊。跳转链接的时候会有提示，你是不是要出国呀？你现在在美国了呀，对吧？然后有部分的功能可能也会受限制，比如说像中国的抖音似的啊，大家发了以后都把下头这个地址写上，这个是在美国发的啊，那个是在英国发的，这个是在法国发的，就跟我们写各个省是一样的，这个有可能都会出来啊，对吧？商业和直播带货、线上支付呢也会受到限制啊，甚至是有可能隔离啊。那你说商业这事隔离也没什么问题吗？我直播带了半天货，你比如说在美国带货了，你在英国想买，这也买不着啊，那海运多费劲啊，对吧？搞不定这个事儿。但是你比如说有些人他是卖这种内容性产品，卖游戏的，对吧？我在上头啊，这个推广一款游戏，你喜欢下载的话，你直接甚至不用下载，你可以在上头直接玩，直接充值，对吧？那么这一块呢也会受到限制啊，都会可能隔离起来。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讲一讲移动排行榜的故事吧，就是咱们看到 iOS 排行榜、安卓排行榜，对吧？这种排行榜，这个像我们以前天天看排行榜，大概是2014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天天跟排行榜打交道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排行榜是什么样的呢？日本是独立的啊，长得跟别人都不一样。中国是半独立的啊，就是有一部分跟美国一样，有一部分是不一样，因为美国好多那个排在前面的那些应用，咱们这儿不让用嘛，啊，所以呢，中国算半独立。全球其他的国家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跑的，就是你看看啊，各个排行榜前5名，美国长什么样啊？这个英国就长什么样，德国就长什么样，法国什么都一样，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呢，美国人的这个使用习惯，他们的各种偏好是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啊。他喜欢什么，全世界人都喜欢什么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以前我们去投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会砸大钱，砸钱干嘛呢？就冲美国排行榜啊！我要在美国排行榜排第一了，那全世界除了日本之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受影响啊，都有效果。相当于是我给英国的广告费，给德国的广告费，给法国的广告费，我不投了啊，我都投美国啊。投美国完了以后，我只要把美国砸成第一，其他的国家自然就是第一啊。他是这样来工作的。中国的歌星还喜欢去刷美国的排行榜啊，刷的美国歌星都满脸蒙圈，哎，这人是谁啊？怎么就第一了呢？对吧？还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呢，大家各玩各的了啊。文化溢出本身其实是美国价值的一部分，对吧？就跟前面咱们讲大卫·埃里森那一大堆 IP，如果只靠美国人去电影院买票的话，赔死他！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 M2 版本不但排除了外部势力的趋势啊对美国的影响，同时也限制了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度啊。所以这个事情对于美国来说是亏大了的啊！如果以后像野兽先生、甲亢哥这样的人，影响力就会下降了啊，因为啊他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推荐的力度啊，露出的这个比例都会进行下降，然后各国自己的网红啊会有更多的推荐和展示的机会，以后再投广告啊就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投了。像我原来干这种活啊，就是跑到美国嘁哩喀喳把广告都投出去这个事儿就没得干了啊。原来可能美国的广告商就可以把这笔钱都挣到，现在就不行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咱们过度解读了这么多啊，到底谁怂了呢？这个是中国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吧。首先呢，同一个交易啊，各自都在表达自己赢了啊，绝对的双赢。这一次是不是我们赢2次啊，绝对双赢。给大家讲一故事吧。这个以前呢，我在猎豹移动的时候，曾经尝试收购茄子快传茄子快传呢，实际上是联想集团内部孵化的一个项目啊，就是联想占大股后来我们就跑到联想去谈这个事儿，说我们想买这个项目行不行？
然后联想说我们不行啊，这个事儿有问题。大家注意啊，就是买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算买过来了，对吧？你说我花钱把100%股份买回来，这算不算啊？其实没必要啊。通常我们买的是买到一个控股权，啊，可以并入我的报表啊，这个就是我占51%了。那么茄子快传的所有的收入、用户数，我就可以在我的报表里进行体现。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要求呢？是美国人也不傻，对吧？各个股市都不傻，你不能说我这个茄子快传一份数据，你在联想的报表里体现了一次，跑到猎豹移动报表里再体现一次，这事儿不是骗钱的吗？对吧？所以只能在一个公司的报表里体现啊，所以我们就找联想谈去了。联想说，这个好像有些问题啊，我们孵化了这么久啊，我们不太想把这东西直接把控股权给你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后来呢，我们就商量，我说那怎么办呢？这个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说这样吧，咱们双赢吧，对吧？你少花点钱啊，你也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吧？对，我说我们不愿意，对吧？你少花点钱，然后呢，这个把估值抬高一点，买的股份少一点，你没有拿到控股权，但是呢，我们签一个协议啊，然后呢，做一个备忘，我把控制权和投票权给你，这样呢，你也可以去合并报表，然后你可以管理公司，然后你还花了比较少的钱，然后那个公司的整个的估值呢还上升了。对吧？这样呢，咱们双方都可以在报表里体现一部分，这个大家看看怎么样啊？皆大欢喜啊！这个事儿，当时还是很开心的啊。当然最后那个交易并没有做啊，交易最后是被雷军给摁停了。雷军说我们不喜欢啊，最后就没办法。我当时是为这个项目大概做了3版方案，还是做了4版方案，最后被雷军给毙了啊。这就是一个双赢的方式，等于大家在里边各取所需啊。就是我这种人。这种工程师出来做投资的人喜欢干嘛？就是解数学题啊，大家各自有什么需求和诉求，我们去平衡就完了啊。我最后找到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满意的方式，最后雷军不满意啊，那就没办法啊，这个就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法吧。那么这一次 TikTok 的双赢解决方法是什么呢？美国人啊80%控制 TikTok 啊，这是他们出来报道的。中国字节跳动原股东啊依然占大头啊，因为虽然现在美国人占80%了，但是里头有很多人就是原来字节跳动的股东啊，对吧？背着抱着一边沉嘛，我们也没有损失什么，对吧？还是这帮人嘛，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美国人运营了啊，但是具体是运营整个的美国版 TikTok 还是只运营安全监控这一块，现在其实没有明确啊，利用这个模糊的状态，我们两边都赢了。算法依然是中国团队开发、更新和维护，这个大概率是这样啊。美国公司还要向中国公司付授权费啊，你还得每年都得给我钱。然后哪些人是肯定没有输的呢？字节跳动的价值应该可以继续上升啊，没有任何问题。字节跳动的股东们啊，肯定是不会亏钱的，即使是他把一部分的股份穿透到美国版 TikTok 去了啊，他也不会亏钱。中国政府啊，我回去审批了啊，等着吧。美国政府90天之后啊，如果搞不利索，我接着封啊，所以大家都赢了。这依然是一个权宜之计。12月份可能还有后续发展可以看啊，因为9月份再推迟3月嘛，就12月份了啊。咱们呢，这个过度解读之后要说的是什么？其实啥也没变啊，所有这些准备、这些动作呢，都是在特朗普第1个任期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啊，大家就准备干的这个事儿。只是呢，最后大家怎么能够让每边都觉得自己有面子啊，让这个事情可以继续运转下去？所以呢，这件事情才是说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家需要考虑面子的时候，其他又都谈不妥的时候，把 TikTok 拿出来啊，这个缓和一下啊，干这么个事儿。等到特朗普真的把手头的事情都解决了啊，那再单独处理中国的问题吧，咱也确实是值得他单独处理一下啊。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欧盟，是不是有可能会跟进这种方式呢？不好说啊，有可能，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至于其他的出海企业，是不是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像Timo 啊，也就是拼多多海外版以及申印，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不好说，因为申印现在转了一圈，说算了，英国我上市也失败了，我回中国上市去吧。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看中美两边老大具体谈成什么样啊？他们谈出一个样板来，大家才可以说，哎，这个老大已经指明方向了啊，我们接着往前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就是
根据我过往的一些经验啊，来跟大家做的过度解读啊，所以大家注意，这是一个过度解读。好，看看有什么问题。过了啊，这个赶紧打电话叫 Jeff 来听一下啊。Jeff 他有什么好听的呢？刚刚弹出老席和这个他们通电话了啊，通完了以后怎么样啊？这个，对吧？你看我这直播了，他们就去通电话了，也不叫我一声，开个玩笑啊。估计特朗普会放行 B30A，但是 B30A 咱们现在国内不让用啊，这事咋弄啊？会不会折腾一顿变成他们家族的？你要变他们家族的话，必须得折腾那个 Truth 啊，因为特朗普手下是有一个这样的项目的，叫 Truth Social。原来想着他选上了以后啊，当时马斯克跟他还在蜜月期的时候，会不会把 这个 Truth Social 啊 Truth Social 卖给这个 X？但是呢，当时并没有做这个交易，所以呢，现在确实是留着有这样的操作空间啊，但这块呢，因为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来支撑它，咱们就没法瞎猜了啊。以后跨国公司都这样玩是吧？这么玩，这太复杂了，这个啊，这个没法这么玩而且你这个玩成了以后，那你说 Facebook 能不能这么玩中国的部分啊？这个有点夸张了吧？所以肯定是一事一议啊，感觉今天特别清晰。是的，因为今天是由这个苹果电脑啊，macOS 26啊，给咱们做的这个优化。来，都点赞了没？点个红心哦！你看这个就是当我们使用 macOS 的时候，就可以干这样的事情。剪头发了啊，是这样的。来了，点赞啊，欢迎。跑步回来啊，手持刚到的 iPhone 17，向老范和大家道声周末好。你看社交价值来了吧？这告诉我们你买 iPhone 17了。北京时间晚上啊，好，挺好。已经通话了，通话的结果是什么呀？大伙儿周末好啊，冠炳大哥好啊，你这个跑步是每天都跑吗？他是不是空气不好、雾霾重的时候就跑一跑？他说好啊，我每周跑3回啊，135挺好的。稀土好像是民用放开了一些，军用高科技的还在收紧。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依法依规审核这个事儿呢，就属于极大的不确定性，就包括像美国的这种芯片似的，一事一议，每单都要审核，我们基本上就认为这事儿已经被禁了，对吧？美国人说我没禁你的芯片，你上我这儿来审批就完了，对吧？我们才不费你这劲呢。另外啊，这个大哥这个称呼从何谈起？哎，这个无所谓了，让女士变得年轻一些。提到姐夫，我发现 B 站上有偷运姐夫油管视频的号啊，挺好的，偷他的吧，别偷我的就行。搬运的人知道姐夫不敢在他视频背景里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哎，我也不敢，这玩意儿是谁敢？其实看抖音对敏感信息的响应速度，就知道这个是和算法和人高度融合的系统。对啊，抖音一天几千万、几亿次的直播，但凡出现一点点敏感音视频的这个信息，就能够在1分钟之内封直播间，封观众账号的操作，而且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误杀，这明显不是常规算法能够实现的。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刚才我也解释了啊，这个东西之所以说它强，就是可控性强，而且颗粒度非常精细，对吧？这方面我们绝对碾压美国所有的同类推荐算法啊。但你说推荐效果这事到底谁强谁不强，这咱不管它。关键火山送 token 啊，只要参加他们的数据调取活动，每天每个模型送50万 token，每天啊。我还真没怎么用他们的这个送的 token，我就是在里边充了几百块钱，然后慢慢使着呢。
他们的这个火山就是快啊，就是你上阿里云，上这个其他的各个的云，其实，我们现在看的，比如说这个Moonshot 啊，就是这个 Kimi 的，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这些，都是阿里云的啊，因为这些公司都是被阿里投资的啊，所以他们的这些自己官网上这些模型都在阿里上，它慢啊，对吧？只有谁家的快，只有字节家的快，速度刷刷的。所以我现在使用各种模型，包括 Kimi K20905什么的那个DeepSeek V3.1、DeepSeek R1什么这些模型，包括这些千问的模型，我都是在那个字节的云上用，对吧？我都不上那个阿里的云上去用去啊，因为它这边快。甲骨文上周暴涨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因为星际之门？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大，因为星际之门还是太遥远了啊，2027年的事情。就这一个活动就抢不少市场占有率啊，这个还是很管用的，真快。碟中谍就是 Skydance 出品的，是的，它除了碟中谍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啊。新线主要的 IP 是魔戒吧，新线也有一大堆东西。光给算法，美国没人维护迭代，也没人能运营起来，而且大概率频繁瘫痪。我是记得Meta 2021年试过小扎去听证会，国会听证转不动。是的，这个事儿，国会老爷们其实也不太理解这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深夜又开始说自己是中国公司了，非常直白，就是寻求 A 股上市，是这样的。所以转一圈又转回来了。不让用英伟达啊，只是摆个姿态跟美国谈判，那谈呗，对吧？你要万一把 B200谈回来，这不是也行吗？最近那个 AI 女歌手 Yuri，大伙儿有人看了吗？我一个女的看了好久没看啊，这个真的不怎么看。点赞啊，欢迎！哎呀，托马斯来了啊，这是托马斯杨啊，不是托马斯姚啊，我以为那个哥们儿，那哥们儿来了呢。托马斯杨啊，也欢迎。谷歌、美坦排着队也要这样玩啊，这是什么？而且最神奇的是，抖音无论是短期停直播还是长期封号，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博主基本也会认账，参考女流在播黑猴科普佛教稍微深一点就被停了15分钟。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抖音的这种封号呢，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层级，但是这种你就一定要特别多人去折腾，就是咱们叫小编也好，或者叫别的也好，就是人一定要特别多啊，否则的话，你进行这种很粗犷的操作就很容易出事儿。你像 YouTube 封号也好，或者进行各种的这个处罚也好，它都是拿算法来啊，一次就封一大批，你封一大批就容易找人闹事儿。啊，你像这种就是每次就一个，每次就一个的话，你也闹不出什么太大动静来。稀土最大的问题是比 H200还轻松控制，对吧？毕竟全球需要稀土的公司本身就屈指可数，金属改性公司也就是那几家。是的，H200包括那个什么 B200这些东西，中国人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它拆吧拆吧给它弄走啊，但是。美国人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那么脑子活跃吧。就中国人搞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容易的。还有一个就是稀土可能量也比较大，H2就是像 B200啊，什么这个，像什么这些东西，虽然它也有一定体积，但是我估计要比矿石啊，要比磁铁什么的，可能还是要好运输一点吧。好啊，今天啊200多人，咱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是不是我们就1小时准备结束战斗了？今天好像大家都很不踊跃，人也不多。我还觉得我讲的挺开心的呢，为啥大家不爱听呢？
你看估计又是在改算法。以前直播是配房管的，抖音能敏捷起来，就是人和算法融合，国内，只有一个抖音能跑起来啊，什么虎牙、斗鱼都不行，他们的运营方式支撑不起来啊。快手其实现在也还可以啊，但是快手的内容要比抖音还是要再 low 很多的。好啊，这个大家周末愉快。虎牙斗鱼已经半死不活了，是的，这个估计比较难听了啊。我爱听啊，这个范老师好啊，可以分一下阿里巴巴的 Risk5有什么大的发展空间吗？我觉得没什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让他们去，这个叫什么来着？如果让他们去买这个英伟达芯片的话，他们也会去买的。爱听哈，好吧，好吧，这个你们爱听我就开心了。然后回头咱们再讲其他的故事。好啊，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周末愉快，再见。